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美国为什么全面松绑韩国导弹。文在寅这一次访问美国与拜登之间的会谈，应该说还是很有成效的。韩国在包括疫苗、朝鲜问题、军队指挥权这些方面呢，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。美国则希望在半导体、关切台海的问题上呢，获得韩国的支持。双方会谈的结果应该说还是比较理想比较愉快的。韩国还得到了几个意外的惊喜，就是美韩就终止韩美导弹指南达成了协议。韩国在导弹最大射程和弹头的重量上不再受到限制，这也被认为是韩国获得军事自主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。美国放开对韩国发展远程导弹的限制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它是要干什么呢？韩国发展远程导弹会不会引发中国、俄罗斯的反感，甚至引发朝鲜的关切？这就要看韩国的导弹是用来对付谁的，或者说韩国敢把远程导弹用来对付谁？中俄都是核武大国，韩国如果想发展远程导弹对付中国和俄罗斯，那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地域狭小、人口密集的韩国要是这么做的话，那就在找死。而且韩国与中俄呢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，韩国需要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来对付朝鲜吗？也不需要，因为朝鲜离韩国太近，射程800公里这样的导弹呢就足够了。那么韩国发展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，它能够攻击和威胁的国家就非常明确了，那就是日本。韩国与日本呢虽然都是美国的盟友，但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。事实上，韩国想拥有远程导弹，不但是军事自主化的标志，还是与日本军备竞争的需要。美国此举实际上就是在菅义伟的背后给他捅了一刀，或者说给日本对美军的依赖再一次带上了更沉重的枷锁。韩国与日本是世仇，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争端根本不可能解决，双方至今都还有着零头争端。反日已经是韩国社会的共识，韩方发展先进武器几乎都要对标日本，日本正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，韩国自然也会发展类似的导弹。美国松绑韩国导弹的射程，等于是在日本的脖子上放了一把刀。美国为何要允许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呢？实际上，美国是有着一石三鸟的意图。一是在不付出什么代价的情况下，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与韩国的关系，让韩国在半导体这些方面与美国配合，是利用韩国与中国进行高科技竞争的需要。二是向日本发出警告。菅义伟访美的时候是比较听话的，按照美国的意图表态关切台海和平。但是菅义伟回国以后就变脸了，急忙表示排除武力干涉的选项。美国想要日本冲在反华第一线，日本在得罪中国方面多少还是有些顾忌的，这让美国很生气。三是拜登有意让日本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，有利于把日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。日本虽然是美国的盟友，但又是美国的棋子，日本受到的安全威胁越大，日本对美军的依赖也就越大。将来中国完成统一了，美国更需要长期稳妥地控制住日本，才能够在远东地区站住脚。韩国不是战败国，美国不可能永远控制韩国，但控制日本还是有可能的。显然，拜登对待亚洲两个盟友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。韩国是美国真正的盟友，而日本永远是美国的走狗。文在寅顶着压力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提中国，只是说关切台海和平，就获得了如此大的回报。而日本呢，直接开罪中国，甚至扬言要讨论干涉台海的各种方式，最后得到的是美国递给韩国的刀。未来的日本面临着来自中国、韩国、朝鲜和俄罗斯的导弹威胁，只能靠美国的军事保护，只能永远当一只哈巴狗。这就是日本的命运，他没得选择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儿，下期节目再见。